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戴。那么在近期呢，我们是介绍了这个救急合体 Duke Fire 和警察合体 J-Decca， 所以我们这期呢就来向大家介绍勇者警察系列的大合体 Fire J-Decca。好了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这个变形的演示啊，因为其实在前两期他们单体的部分讲的已经非常详细了。那么先来变这个迪卡多的部分。J-Decca 的话，其实只要变成这个人形就可以了。这个 Action Toy 的 J-Decca 已经发售了，然后在日本居然延期到了这个7月中旬啊，所以这个的话后面再说吧。然后来到比较重要的部分，就是来看这个火焰迪高啊，火焰迪克是怎么变成它的马甲的部分的，也不是马甲吧，就脚垫吧。首先的话就是需要把这个上面的胸口的部分拿下来之后。然后把云梯拆下来，然后跟变成机器人模式一样，这两个部件分离。然后先变这个脚板嘛，是把这个双腿拉出，往外推这个白色的按键，就可以拉出双腿。好，然后这边是一个这种滑槽式的卡扣，非常简单。然后再把它缩回去，然后前面的话再把这个脚掌翻下来。这个火焰 J-Decca 的合体步骤其实是勇者最终合体里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存在啊。好，然后来看到这个胸口的部分，胸口部分其实更简单，把这个前面的这块给翻下来之后，这边是有个卡扣的，然后再把盖板是通通往后翻，正好把这边的这个空隙给填上了，非常妙。然后两半的这个胸甲翻出来之后，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Brave Police 勇者警察的队徽，再把这个胸口纹章的部分后面的这个牛角给取下来，这边是一个5毫米插孔。然后这个部件的话，其实把这个剑推出来，变成这个剑鞘的感觉。这个部件是可以卡在这个地方 ，OK， 这个就放在我们这个剑鞘的尖端。迪克的话就1分为2，然后这边把前面的这个膝盖的装甲往前翻折。然后里面是有一个5毫米的这个插装啊，把它翻出来，这边也是，然后这边翻出来，然后装在我们右手的部分装的是这个钳子的部分，然后这钳子是带一点联动的，还挺好玩。左手上的话就是这个钻头的部分。先来装这个脚板吧，脚板的话就是下面这个黄色的接口这边是对准这个卡扣的。那反不是这个，好，然后简单的对上之后，一卡就上去了，还是比较解压的。OK， 我们这个脚板也是装上去之后，我们来变这个胸甲，把迪克后面本来是这个是干嘛来着的？忘掉了，不好意思。迪卡度的这个脚尖卡在这边有个凹陷的地方，先卡住，卡住之后，然后再通过两边的这个卡扣进行这个固定啊，就这边是这种方形的卡子，哇，这个还是不太好操作啊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这个胸甲也是固定上，然后来到手臂这边，刚刚迪克翻出来的5毫米插装是直接插在这个手上，然后它的膝盖正好卡在这边有个装甲接缝的地方啊，就合得很稳固了。直接简单的插进去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简单。然后腰侧有个圆形卡槽，就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迪克的剑鞘插在我们迪卡度的腰侧。来看到这个最后一步，把我们刚刚拆下来的牛角装在 J-Decca 的头部后侧的5毫米插口，就可以变成这个火焰 J-Decca 的牛角了。说实话，这个还是比较丑的。好了，我们这个 Fire J-Decca 也是合体完成。我们看到整体其实是非常臃肿的一个身形啊，大家把它称为螃蟹也不是没有理由的，真的是比较难看啊。我这么喜欢老玩具的人也觉得这个造型是非常难看的。那么来看到可动表现的话，其实和 J-Decca 本体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有这个手部是可以旋转，但是侧边因为加了这个腰刀的缘故嘛，所以说是有一部分的这个阻碍的。然后大臂的平转和这个曲轴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加上了这个手部装甲之后，感觉是有一点
沉重，就是手部有点松弛的感觉啊。那么先来看这个头雕的话，其实装了这个大牛角，感觉这个头也并不是很好看啊，和 TV 的形象肯定是比不了的。然后胸口的话就是非常大的这个勇者警察的警徽啊，我这边稍微是有点怎么有点这个脏掉的地方，然后写着 Brave Police 勇者警察。手臂的话装了这个迪克之后是粗壮了很多啊，这个攻击性是没得说啊。虽然 TV 里它就其实只有那么一点点，可能只有它一半的这个大小。后面 GSC 和 AT 的处理方法的话，其实会好一点。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惊人的这个厚度，玩起来并不是很舒服的感觉。好，然后下半身的话，裤衩就是这个样子，红色的话是贴纸的点缀。然后脚部的话是加装了 Duke 的双腿，变成了这个脚板，看起来非常的稳当啊。好了，差不多，其实整个 Fire Jedica 也是介绍到这边了，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玩具啊，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后面这个 AT 和 GSC 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这个火焰 Jedica 的。看一下这个 GSC 吧，因为就 GSC 没有公布了。好了，那差不多本期的视频就到这边了吧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合体视频啊。好，那么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好了，那说到 Duke Fire 玩变形金刚的，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火焰补天士啊，这个 Fire Rodimus， 我们 Rodimus Comboy 的这个升级形态啊。它当初的设定是要给这个新铸新加的装甲，所以这就不得不联想到，那么作为这个废案利用的 Duke Fire 能不能和我们的 Star Comboy 进行合体？那我们就今天来试一下，因为我前面其实试过了，它是能合体一部分，但是有一小些零件是合体不了的。那我们先来看到这个胸甲的部分啊，那我们拿出这个日版复刻的这个 Star Comboy 来进行合体。那么复刻它这边是新加了这个电镀的星星啊，它的出版是这个黄色橙青色。如果大家买到的话，其实要分辨一下出版和这个日付。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新铸边上，因为这个合体结构，它这边轮子是有这个卡扣的嘛，所以说是有留下两个跟这个 Jedica 一样的这个方形卡扣的，非常的巧合，真的是巧合吗？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能把这个胸甲的侧边卡扣卡进去呢？其实可以看到它卡的是这种，它卡的其实是正好的，它正好是可以卡进去的。然后这边胸口也是领边，可以看到其实还是能卡进去一点，当然是有点松弛了。那我们来到这个手臂的位置的话，可以看到虽然边上是没有留下5毫米插孔的，但是它的螺丝洞是5毫米插孔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插桩是可以正好插在我们这个螺丝孔上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手臂也是连接上了，它是需要把这个膝盖稍微往上翻一点，这样的话就正好可以卡在它的这个拳头的头胶里面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可以稍微抵住一点。好，我们这个手也是卡上去了。那它的头部肯定是不能装这个牛角了，能装牛角就更加厉害了。能装吗？不能并不能装。然后来看到这个下半身的话，因为这个新铸的脚是不能分开的嘛，所以说它只能装样子，这样放在这个脚板下面，然后我们就能看到。好，把这个手机拿下来，看到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升级版本的勉勉强强合体的这个 Star Comboy Fire Star Comboy 是吧？然后它的键的话是不能插在别的地方的，因为在变形金刚上面是很少看到这么大的圆形插孔的，所以比较可惜。这边做出来也是给大家进行一个参考。当然卡扣并不是所有都能对上的，所以说真的只是个装样子的形态啊。好，那么这个也是作为这期视频的一个小彩蛋了。OK， 拜拜。